所以我会对于说自己喜欢女生这件事情不会感到太讶异或是反感。哦，对，我反而是会很，我不知道，我就会觉得好像内心中一直。影片开始之前，要帮我们订阅、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哟。来个啾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卡，我是贝拉，我们是阿卡贝拉。我们今天是久违的卡贝诊疗室。其实我们准备了一系列的主题，要给大家，就是让大家参考。因为我知道大家对很多感情观、人生观，然后性向相关的问题都有很多的就是对，然后我们想尽办法回答给大家，但是又希望可以以最公平公正的方式，不要有太多偏颇。不过我们还是会以自己个人的出发点、个人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参考，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听听我们的故事，然后可以思考对自己最好的方式，这样子。今天主题是第一次跟同性交往该怎么面对爱。不管是你的另一半是第一次，或是你自己是第一次，其实我觉得还蛮多人会对这有困扰，因为其实像在台湾是还蛮开放的，越来越多人，包括我也这样觉得，就是我觉得爱是不分性别，就是你爱一个人，爱的是住在里面的那个人，然后身体呢就只是外显出来的一个表象而已。所以其实拆解来看，我觉得性别真的不是最大的重点，但是因为社会有太多包袱，还有很多的框架跟甚至是偏见，所以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开导自己、开导身边的人，或是去确认自己的性向。我其实以前就觉得自己好像对女生也会有感觉，可是就是男女都可以，然后反而女生好像多一点，就是他们的仪态我更喜欢。然后我正式跟女生在一起是大学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跟自己的一个学妹，只是我那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一直相处的很像好朋友，可是就有点太好朋友了。所以真的正式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一起睡，然后我们以前都会搂着这样睡。可是因为女生搂着睡好像又不会是很奇怪，因为很奇怪，很奇怪吗？可是我知道很多好朋友也会搂着睡哦，他们真的是搂着就是这样的轻轻的抱睡，就不是抱很紧，就是这样轻轻的把手放在上面这样睡。对啊。好吧，可能是我自己是同性恋，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我朋友这样搂着我睡，我会觉得很奇怪。反正就是我们就搂着睡，然后我们就很常睡在一起，然后已经很紧密的相处好几个月了，就是很暧昧，但是又不觉得好像真的会在一起，就很奇怪，然后没有人会坦白。然后我们就隔天早上，就是我亲亲他的小脸，然后他就突然把我的头抓过去接吻，很浪漫。自己要放闪就是，然后就在一起。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哇，好不可思议哦。可是其实我是觉得很雀跃，我那时候是完全，虽然我现在放闪放得很严重，但是我以前是完全不跟身边的人说我感情事，就连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我家人当然更不知道。你呢？我第一次跟女生交往的时候是大一的时候，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像你一样睡觉啊，然后就搂在一起啊。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那个学姐是喜欢女生的，我自己是就是会觉得特别注意女生，可是不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喜欢女生。然后是真的是那一次被那个学姐开发了，然后你就一去不回了。对，然后聊天啊，聊一聊就默默的就亲了一下对方啊这样子。然后隔天我们的感情也是不公开的那种，因为那个学姐她也是就是不希望让其他人知道这样子。那我自己当初是没有太大感觉说就是我一定要公开或是不公开的。对。我有跟男生交往过，可是跟男生交往过就是多多少少会比较避开，因为就是身体结构不同，所以不会你知道一开始就砰哇砰砰哇哇天雷勾地火这样子。可是因为女生你都知道大概会长什么样子，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一种特别的亲近感，然后思想也比较细腻，就是会知道哦，我懂对方在想什么，即使想的东西不同，可是会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我是这样子的感觉啦。你呢？我的感觉跟你差有点多，我反而会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情侣就是在一起之后，我会觉得说他的有一些想法或行为会让我觉得有点难猜测。对，就会有点像是很多男生会觉得说我女朋友在想什么，我怎么都不知道。就我变得有点像那样的情况。反正变成有点
原本男生那个角色的感觉。对，就会觉得说，哎，我女朋友在想什么，我怎么都不知道。真的很不一样。那你那个时候怎么样面对自己？毕竟同性这件事情还是需要跟普遍大众还是不太一样。我那时候其实对于自己喜欢女生这件事情啊，我没有太多的想法。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跟着感觉走的。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高中是读女校。所以其实我觉得之前在女校也会看到女生跟女生在一起，就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在生活圈当中有习惯的事情，所以我会对于说自己喜欢女生这件事情不会感到太讶异或是反感。对，我反而是会我很开心。我不知道，我就会觉得好像内心中一直觉得无法被满足的渴望，居然实现了的这种。因为我就觉得我好像蛮喜欢女生，但是从来没想过我真的可以在一起。但真的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哇，而且很像自己考上霍格华兹的感觉，有一种像魔法开始。我觉得这真的很像一种魔法，我觉得很难形容，真的就像是一个魔法，就像砰，然后就这样因为我觉得就很像是两个人对视，突然那种噗来电，然后噗，他们烟花在放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对。可是我还是会自己觉得内心很害怕，跟担心别人的想法跟眼光。对家人跟对朋友，我自己其实是很压抑的，是真的很压抑。所以其实很多人跟我说不知道怎么出柜，然后或是不被承认那种内心很抑郁的感觉，我其实度过很多年。我只要那时候朋友一问我就说没有啊，没有，我现在单身。但是别人要介绍我男朋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很不舒服。就是可能是朋友啊，或是他们说哪个男生喜欢我啊，然后他们又以为我是单身，就会献殷勤，或是别人很开心的介绍，但我内心就是觉得压力蛮大的。但同时你又要有礼貌，就你又不能说不甩你，但是别人会很开心追求你，然后我又不能说我现在有女朋友。我那时候另外一半也很多男生喜欢，所以就是这真的是会蛮累的，辛苦了。那你嘞？我比较不会有那么多人介绍男生给我，我的个性是比较偏向就是很多就是兄弟啊，对，所以他们其实不会特别就是说介绍男生给我，可是他们都会问我说，就是你现在到底就是感情怎么样啊什么的。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也都不公开，所以我都一直说我是单身。勉强说自己单身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对，然后是后来第2任女朋友之后，就是我才比较敢向他们公开说，就是我喜欢女生这样子。然后遇到比较幸运的事情，就是刚好我的朋友都是可以接受的。跟女生在一起或跟男生在一起真的没有什么差。然后，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探索自己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或是都可以的话，我觉得其实你只要去看到一些可能同性恋相关的电影，你是会有憧憬的，你是会有觉得很美好，然后会有一点点身体热热的感觉，小激动。对，不是单纯性方面的身体反应，而是例如说我看女同志漫画，然后我会突然心脏跳一拍，那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就会是有机会的，不是单纯觉得幸福跟姨母笑，我是真的有一种澎湃的感觉。我也想要这样。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就会有点算是你可能是可以接受跟同性恋在一起的，那甚至是可能会觉得开心。如果你对这个人有感觉，然后就双方喜欢的话，先不要纠结在性别这件事情上，重点是在你有没有真的觉得跟他心灵契合的那种感觉。真的。那如果真的一直下以后觉得是 OK 的话，那我觉得你心里就会比较可以调试说自己可以跟女生在一起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讲得很好。谢谢老佛爷。不会啊。你只要自己确定，我觉得你就不用管别人的闲言闲语。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说，哎呀，你又可以跟男生，又可以跟女生，怎样，干个屁事，就是不用 care 这种事情。然后现在这种时代，心灵契合真的是很重要的。对，我觉得你要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知道自己选择了这个之后会不会开心，这都是最重要的。但也不是说是自私，但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然后追求自己想要的，这才是你活在这个人世上的道理啊。就是把自己活得有价值，就是去 follow your heart， 但是当然是以不去触犯到其他人的权利为前提。
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就是家人了。家人的话，跟长辈真的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如果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的话，我觉得就算爸爸妈妈长辈就是会一开始无法接受，可是如果真的是以爱为前提的话，一定会希望你快乐，不会是希望你痛苦的。那这种应该是可以接受的。那如果长辈是会有点情绪勒索，或是以一些比较激烈的手段的话，我觉得就当然暂时不要跟他们沟通。我觉得这种我会比较建议经济独立的时候再搬出来住，然后把自己有一个生活，跟家人就是在另外一个生活，然后真的就只好再慢慢找时机。但是当然不是要去吵架或是破局，就是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样子的。其实我也是近期跟卡卡在一起之后，才又再一次好好跟我妈出轨，就是算是真正正式的、非常清楚的出轨这件事情。反正那时候我妈在开车啊，然后我就跟她说：“妈，我想要跟你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她说干嘛？然后我就说：“她很凶。”我说：“我想一下，我要怎么跟你讲，然后我再开口好了。”然后我就一路上弄安静。然后他就说：“你该不会说你要跟卡卡结婚吧？”可是因为那时候其实不是要等这件事情，那时候其实是要问可不可以跟你一起住这件事情。我就说，但我真的是有想过要跟他结婚这样子。然后我妈就那时候就说：“你现在还年轻，可以再多想想这样子。”对。可是你是我唯一一任，就是一直带回去给爸妈看的女朋友。唯一一任吧，其他几人连妈都没看过吧？没看过啊。那你也是唯一一任我带回去给妈妈看过的。真的啊？但我妈妈之前有看到我前任，但是是以就是朋友的身份。好了，反正以面对长辈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大家最大的关卡。可是我觉得第一件事情真的是面对你自己，就像我刚刚说的。然后，如果你真的还不确定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看影片，然后你可以看一些女同志相关的文章，或是跟女生相关的文章，探索自己的文章，然后或是跟你身边很要好的朋友们聊聊天。当你确定自己以后，你才会有力量去跟朋友、去跟社会、去跟家人。对，去讲这件事情，然后才可以去面对这么多事情。然后希望就是所有的有情人都可以终成眷属，然后你也可以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不会去怀疑自己，然后相信自己，自己给自己力量。我觉得才是最重要面对爱的方式。我们这里就先到这里了，然后如果你有任何想法的话，可以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会把它拍成卡贝诊疗室的内容，然后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拜拜溜，拜拜。暧昧让人受尽委屈，认真一点。